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。您对从上而下的分析以及使用公允价值缺口、订单块和市场结构的时间范围是否有疑问和忧虑？挣扎着如何寻找好的进场点、方向和市场的偏见？今天的主题，我们将向您展示基于公允价值缺口的整个模型。好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需要知道，所有价格总是会上涨和回调。在这个策略中，我们将从回调位进行交易，并将目标定为前期高点。所以，首先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必须确定每日时间框架的方向。我们必须查看该特定货币对或资产的市场结构。我们是在创造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，还是在创造更低的低点和更低的高点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处于看涨趋势，我们只会持有多头。而且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顺应趋势进行交易。趋势是我们的朋友。仅仅通过实施这种趋势交易技术，我们的获胜率可以明显的提高，因为趋势交易将永远对我们有利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使用3个时间范围来找到我们的入场点，那就是日图、1小时和15分钟的图表。首先是日图的时间范围，我们将查看日图时间范围内的趋势。一旦确定这一点，我们将在日图寻找公允价值缺口，并等待价格进入公允价值缺口。现在我们必须在1小时时间范围内寻找市场结构转变。我们会在公允价值缺口的内部或附近寻找市场结构转变。一旦市场结构发生转变出现，我们就必须寻找流动性清扫。我们希望在市场结构转变后看到更高的高点和低点的创造。一旦在1小时时间范围内出现更高的高点和低点，我们就可以将其低点画出，并等待流动性清扫。最好流动性清扫是在杀手时区发生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讨论过这个杀手区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，请通过以下链接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。因此，一旦流动性清扫在1小时时区，我们将放大到15分钟，寻找市场结构转变。我们将从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中入场，重点是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必须在折扣区域内。我们可以采取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为我们的入场点，哪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方式，我们就用哪一个。我们的目标将是最近1小时波动高点和止损为波段低点。现在另一种方法的入场点是，一旦您在1小时时间范围内发现市场结构变化，您就可以标记出极端的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，然后等待价格进入该区。一旦进入，我们会在15分钟图表寻找市场结构转变。那您会问，如果没有流动性扫描，我们可以进场吗？是可以的，但有流动性扫描，它的胜率会比较高。我们可以在下一集做一个比较。但在我们继续之前，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和点赞，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。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，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。好，让我们看真实图表。这里我们有欧元对美元的例子。首先，我们将查看日图时间范围以检查趋势。这里我们有上升趋势和结构的破坏的公允价值缺口。一旦我们确定了它，我们将放大到1小时的时间范围。在这种结构看起来像横盘整理，我们可以等待横盘的突破进场，或如果有流动性扫荡，我们可以选择进场。在这个例子出现了流动性扫荡，我们将在这里画一条线。一旦这条线被突破，我们将放大15分钟的时间范围来寻找入场机会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进入15分钟的时间范围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订单块和公允价值差距。您可以将切入点置于订单块或公允价值缺口处，这取决于您。这里没有对错之分。现在我们将其放在订单块中，我们将止损设置在1小时时间框架的较低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有一个横盘并且它破裂了，那么我们这个策略的目标可以设置得更高，即横盘相中的1对1。好吧，让我们看看这笔交易会发生什么。
请记住，在使用真实资金进行任何交易之前，您必须对不同货币对和战略至少回溯测试您的交易计划100次，以获得交易所需的信心。这是另一个例子：澳元对加元日图时间范围。我们可以看到出现结构破坏，我们将画出公允价值缺口。一旦价格回到公允价值缺口，我们就会放大1小时的时间范围。现在，在1小时的时间范围内，我们寻找市场结构的转变。在这里，我们的关注点在这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等待它突破这区。我们还注意到，出现流动性清扫之后，价格迅速继续上升趋势。一旦价格突破，我们将放大15分钟。在较小的时间范围内，我们可以看到双底形态和流动性扫荡的出现。所有这些都表明趋势继续上涨的机会更大。现在，我们将寻找15分钟时间范围内的入场机会。在此事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2笔交易。第一笔是，如果我们在价格上涨时没有推止损，那我们就会赔钱；另一个是价格达到我们1:4的胜率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策略总结。1、在日图时间范围内识别趋势，标记日图时间范围内的公允价值缺口。2、等待价格进入1小时时间范围的公允价值缺口，寻找市场结构的转变。3、然后再找流动性清扫。4、一旦出现2和3，那我们进入15分钟时间范围，寻找市场结构的转变和订单块而进场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。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价值，如果有的话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。下一集见。